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你接下来的生命当中，你会迎接到怎样的转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么第一组牌的话，我们先看这3张光之工作者神谕卡，你们的生命会迎来怎样的转变？第一张牌是 Boundaries，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种更强烈的边界意识。之前呢，你们可能说这种人际关系的边界或者说界限会被人侵犯，你们的社交边界可能是有一点模糊的，有一些人总是在试探甚至是侵犯你们的社交边界，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消耗你们，所以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在接下来建立自己的社交边界，因为你们会发现80%的不快乐是由20%的人带给你们的。当你们建立这种边界之后，你们就会把这些人剔除出你们的社交圈，这样你们才能够更好的独善其身。第二张牌呢是 Inner Temple 啊，它是一个内在的宫殿啊，我觉得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很坚定的内核。就是你们在接下来会找到你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因为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然后在这个核心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自我。之前的你们可能一直都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狂奔，那么你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及时的修正那个错误啊，错了立马改，实际上多大的损失都是最小的损失。第3张牌呢是这个 Share Your Voice。当你们从山洞啊这个牌面当中的山洞走出来的时候呢，你们会有更强的欲望去分享和表达自己，而且呢，这个 share your voice 它是建立在你们的这个就是内在的坚定的自我的基础之上的。你们的这种 inner temple 啊，就是内在的这个宫殿，会让你们变得更投入，并且你们的内在会形成的这种更坚定的自我，也会让你们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让你们有更强的欲望去分享和表达自己啊。所以说你们会更坚定的去展示自己啊，而不是躲在一个角落当中啊。你们会参与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当中，并且积极的为一些你们所相信的东西发出声音。所以说你们会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最后呢 share your voice 啊，散发光。所以说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生命的转变呢，也是它是关于你们会更勇敢的表达自己，并且以自我为中心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很多人会被你们吸引而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3张塔罗牌呢，第一张牌就是 Justice。你们可以从这张 Justice 这张牌看到的是一种坚定啊，就是我觉得意味的是你们会接下来啊会坚定的往前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而且呢，这个 Justice 的这种眼神非常的坚定，另一方面呢又很清醒啊，我觉得是你们在接下来会彻底的看到一些事物的本质，然后你们会从某种困扰你们的事情当中解脱出来。你们在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你们就会变得无比的坚定啊。可能是之前你们都在某种错误当中不断的循环。那这个正义牌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看到了一些事情的本质和真相之后，你们决定不会在那些错误的事情和关系上面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了。所以我能从这张牌面上看到啊，你们已经听到了来自于远方的呼声，你们不会的轻易的迷失在当下的诱惑当中，同时你们也再也无暇顾及过去啊，你们要坚定的往前走。那么第2张牌呢是 King of Swords 啊，就是说宝剑国王。你们在接下来的话，生命当中迎接到的转变，可能也是会来自于你们会遇到的一个人生导师，他的出现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新的希望和指引。宝剑国王的话，他更像是一个精神上能够引领着你们的导师，
可能说它会成为你们精神上的一个信仰，因为这个宝剑国王它更多的象征的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引导。我觉得你们在这3张公恩之工作者神谕卡上面所迎接到的转变呢，也是由这个人所带给你们的。那么第3张牌呢，星币5啊，星币5这张牌呢是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刻，在你们最需要帮助和安慰的时候，我看到在你们的身边是有一个人在守护着你们的，就是爱着你们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你们的身边，并且呢，你们会发现啊，唯有爱与家庭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所以说，其实你们一直都是有退路的。这个退路就是在你们身后支持着你们、无条件爱着你们的人。即使你们感觉退无可退，你们的身后依然有靠山。所以说，在接下来啊，如果说当你们感觉到不顺，或者说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阻塞和卡顿的时候，你们就会选择回到家人的身边，回到你们爱的人、爱着你们的人的身边。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首先第1张牌啊，这个天使神谕卡带来的指引是 Listen to your intuition。你们内在的指引和智慧正在给出你们方向。其实有的答案呢，你们不必在这组视频里面寻找答案，你们的内心当中的那个声音已经告诉你们答案了。所以说，请追随你们心的声音，那是来自于你们灵魂深处的答案。第2张牌呢是The situation will improve。在接下来，你们的人生发展已经在逐渐的，改善了，或者说你们的这种运势已经在逐渐的改善了。对你们来说，最艰难的那个阶段，你们已经熬过去了。所以，对于有些事情，你们一定要忍啊，忍到春暖花开。你们要继续往前走，走到灯火通明。有些事情可能你们当下会感觉很着急，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掉它们。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把这些事情放一放，然后等待你们运势的转变。第3张牌呢是 Remain Positive 啊，请保持你们的乐观和积极，因为生活一定会治愈那些愿意相信美好的人啊。你们要先相信美好，才能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看到玫瑰。同时，也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想法。你们很多不快乐的源泉就是你们太过于在意那些外界的声音。你们可以尊重所有的声音，但是永远都只成为自己啊。有的声音它只会消耗你们。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把它们屏蔽掉啊！我觉得这组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建立自己的边界感，而且呢，可能你们会经历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浑浑噩噩，计划搁浅啊，但是不要逃避，要勇敢的面对啊！即使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也不要丧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在逼着自己进化。所以说第4张牌呢 ，No need to worry 啊，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的，你们已经咬着牙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路了。你们过去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和挑战，但是都被你们一一克服了。那过去那些你们以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你们都熬过来了。所以说，你们现在面对的那些看起来很棘手的问题，你们最终也会解决啊，会克服它们，这只是时间问题。所以说，在这组牌面上，我看到的是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天蝎的能量。天蝎的这种能量呢，就是越是在困境当中，越是在逆境当中，你们就越能够崛起。但是你们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也会很容易躺平。我觉得你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困难和挑战越大，你们内在的潜力就越会被激发，会被激活。你们正在完成生命的另一个转变和突破啊！你们正在蜕变和重生，所以请一定要相信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首先我们看到第2组牌的第1张牌 Dance with Life， 与生命共舞啊，这是我觉得你们的生命的转变源自于你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变化，你们的思维也同样发生了变化。因为之前的你们可能是不断的在和生活，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挣扎，疲于应对生活当中的那些琐碎。但是呢，这张牌意味的是你们生命当中迎接到的转变，并不是你们周围的环境会发生变化，也不是你们周围的那些事情会发生变化，
而是你们看待事情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就是你们会意识到那些令你们感到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们选择附着在那些事情上的看法和价值观会令你们感到痛苦。所以说你们会换一种方式去生活。那么这张牌怎么说呢？就是你们的身上是带着镣铐的。Dance with life 就是说你们带着镣铐也能起舞。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度的浪漫主义带给你们的改变。即使你们的生活当中依然有一些遗憾和不圆满，但是你们依然能够热爱它，你们能够看到它的本质，能够带着镣铐和生活共舞，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么这种思维的转变会给你们在接下来的生命迎接到一个本质的转变。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Awakening。Awakening 呢是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迎接到一个自我能量的升级，你们会有一个顿悟，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可能某瞬间的灵感会击中你们，让你们之前的那种阻塞和卡顿的状态一下子被打通。被打通就意味着是灵感会被激发啊，会让你们思如泉涌，然后之前那些阻塞和卡顿的事情啊，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都迎刃而解，连根拔起。所以说很多事情它的突破还有跨越往往都是在一瞬之间，只不过你们在破局之前一定是一波三折的，会不断的反复的去思考，在某个关口不断的反复的去徘徊。你们被压得越紧啊，向上反弹的能量也就越强。那么第三张牌呢 Crumbling， 就是某些东西正在崩塌，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它能够让你们被动的去摆脱一些依赖。在摆脱依赖的过程当中，你们也是在摆脱束缚，因为你们会发现过去保护你们的东西其实也在变成你们的枷锁啊。就是当你们之前依赖的那些东西开始崩塌的时候，其实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能够让你们重获自由。所以说你们之前离开的一些人，或者说之前你们所离开的那个熟悉的环境呢，并不是一个坏事，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更快的成长。所以说当你们感到有一些事情啊，它正在出现一些崩溃的迹象，不要害怕，因为有些问题它之前一直在积累，当它出现了当它出现了这种要崩塌的迹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要学会着去独立啊，去摆脱依赖，不要等到一些事情积难重返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开始转变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啊，会让你们变得无所适从。所以说不要让一些就是要防微杜渐，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就及时的解决，或者说当你们看到一些崩塌的迹象的时候，你们就要果断的离开。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么这张牌呢，它其实也意味的是旧的周期啊，那个旧的高塔正在逐渐的崩塌，意味的是新的秩序正在建立。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三张塔罗牌呢，首先第一张牌就是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啊，你们手上的这个精灵呢，就是你们内心当中某种一闪而过的想法，它正在显化。你们手上的那个精灵在跳舞啊，这个精灵的话，而且呢，这个精灵连接着另一个人，就是你们是和另一个人有感应的。你们在接下来生命当中要迎接到的转变，很可能是和这个人有关系的。他的出现或者说他的离开，会给你们的生命带来转变。第二张牌呢，这张牌是太阳牌啊，但是呢，这张太阳牌，这种炙热的太阳就好像是你们的心脏一样，我觉得是你们会重新燃起对于某件事情的热情和激情，因为这对于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够帮助你们重新找回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之前呢，你们可能在某种混乱当中啊，感受不到内心当中的热情，会迷失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所以这张牌呢，你们生命当中迎接到的转变，就是你们会重新找到那个令你们感到振奋的生活的意义和本质。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The Emperor 皇帝啊，皇帝他带来的是一种领导力或者说主导力啊，就是你们之前可能一直在被某些人推着走，或者说
你们不是在靠自我的驱动力往前走的，而是在被一些事情所推着被动的向前走。那这个皇帝的话，就是你们接下来迎接的转变呢，是你们会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在一些事情上面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而不是随波逐流。也就是说，当你们不想成为芸芸众生的时候，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对自己不再散漫，听从你们内心的呼唤，成为你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呢，大天使给到你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是 unlikely。你们担心的事情其实并不会发生啊，因为你们总是在杞人忧天，你们总是会把这个，怎么说呢？当你们看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把一个事情往最坏的方向去思考，会过度的悲观，是过度的悲观，所以说你们在过度的悲观下，会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到一种负面的循环当中，而且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所以说你们需要把负面的想法切断，让正面的想法奔跑，这样才能够让你们回归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当中。第二张牌呢是 Be assertive， 相信自己啊，因为选择相信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自我实现的力量，你们所相信的就是你们即将要体验到了，而你们所选择的就会是你们所成为的。相信自己，不必刻意的去追寻那些指引，那些有力量的指引，当你们相信自己的时候，那些有力量的指引会找到你们，会成为你们自身的一部分。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Look for a sign 啊，生活当中正在出现一些信号来告诉你们，你们的生活正在逐渐的慢慢的好转，有一些危险会和你们擦肩而过啊，这都是在你们冥冥之中得到的一种庇护和保佑，请珍惜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第四张牌 Not the right time，有一些事情可能还没有出现，或者说你们渴望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因为时机未到。这个世界上的来和去，它都是有时间的，都是有安排的。那么请保持你们对于那个想法的渴望啊，当你们足够渴望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来帮助你们实现那个愿望和想法。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那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呢，就是 Align Your Life 啊，你们现在可能是要从一种非常琐碎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或者说把自己重新拼接起来啊。这种琐碎呢，就是你们的生活可能是一个又一个的碎片，它是不连贯的。你们的生活被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片段，你们可能很少有一整块的时间让你们去系统性的学习，或者说彻底的放松了。我觉得接下来你们生命的转变就是你们会重新的归类和整理自己的生活。你们的生活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房间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整理房间就是在整理你们自己的能量，复盘自己的过去。你们每一次对于生活的整理其实都是一种疗愈，这意味的是你们会把一个破碎的自己重新拼接起来。当你们把自己重新拼接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所以这张牌意味的是你们会尝试着去整理、分类啊、清洁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们的精神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疗愈，重新振作起来。之前的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浑浑噩噩，用一颗破碎的心在破碎的活着。当你们重新整理自己，就是把这种无序的能量变得有序，你们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其实每一次拼接自己的过程，就是你们涅槃重生的过程，意味的是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当中。那第二张光之工作者神谕卡呢 Pillar of Light， You are the Oracle 啊，就是 Oracle 它代表的是一种先知，就是说这组牌呢，其实你们对于一些问题内心当中已经隐约的有一个答案了，你们内心的声音已经给你们指明了方向。而第三张牌呢，它就是 Answer the Call。 那么 Answer the Call 就是你们要听从宇宙给你们的召唤，你们要向前看。第二张牌和第三张牌它是连贯起来的，也就意味的是当你们听从内心的召唤，
你们会觉察到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想法，并且开始重视它。你们会感觉到能量在聚合，这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迸发，你们将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勇气和力量。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塔罗呢 The Devil 啊，恶魔牌啊。虽然说你们现在依然是被束缚的，但是你们的心是自由的，因为你们的身后已经长出了翅膀。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看似是在原地踏步，看似被困在了某个地方，其实你们正在积蓄能量。也就是说，你们要完成一个蜕变，就是似乎你们接下来要完成一个生命的蜕变。其实你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你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做一些你们一直想做但是又不敢做的事情了。因为你们的身后已经长出了翅膀啊，代表的是你们的能力其实一直都在提升。而第二张牌呢 Six of Swords 啊，接下来生命的转变就是你们会获得自由啊，并且踏上一个自由的旅程。那么第三张牌呢，权杖四 Four of Wands。 权杖四的话，你们的生命转变呢，它源自于你们的下一个生命，下一个生日啊，对你们来说会有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了一些东西，标志了你们的生命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周期当中。你们可以在这组牌里许下一个愿望啊，这个愿望会在你们下一个生日之前加速的实现。那我们抽到的这4张天使神谕卡呢，首先我们来看这张牌啊 It's up to you 啊，大天使给你们的指引，一切由你开始，又由你而终结，一切都取决于你啊。也就是说，你们动心起念会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张牌其实是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你们的初心和想法会决定事情发展的走向。所以不要纵容自己啊，有些事情当它涉及到了原则和底线的时候，你们要坚守它，否则你们就会失去对于事情的掌控，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一切都取决于你，你们是一切事情的源头，你们也是一切事情的原因和结果，一切都由你们开始，又由你们终结。第二张牌 Get more information。生命当中的转变来自于你们会有意识的通过交流和沟通去完成信息的搜集。你们会发现所有的判断，你们的判断啊，并不是依靠运气，而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你们知道的越多，你们就能够越倾向于做出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所以说，当你们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啊，当你们面临到一个很重大的选择的抉择的时候，当你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先别着急的去做选择，问问你们身边的人，去多收集一些信息，它能帮助你们更好的做出判断。第三张牌 Abundance。 你们的生命的转变是你们会变得更丰盛啊，这种丰盛它意味的是一种内心的富足感，去尽可能的体验一些你们未曾体验过的生活，坦然的面对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你们的幸福和苦难。因为你们的内心足够强大，所以你们会把这些经历看成是自身宝贵财富的一部分。你们要允许接纳一些陌生的东西和经验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去体验一种完全未体验过的生活方式，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尝试着去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啊！你们要允许那些陌生的体验去冲击你们原有的认知方式，而你们所体验的这些东西就能够让你们自身变得更丰盛且更富足。你们能体验的越多，你们就能够理解的越多，你们就会越包容，然后你们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第四张牌呢 Peaceful Resolution 啊，它是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事情它久久无法解决，可能是因为你们在解决它的过程当中，想要以一种近乎于完美的方式把它解决掉，但是可能这就是你们陷入到困顿和阻塞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些时候人生是关于放弃的艺术，你们必须要先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得到另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问题的答案是，当你们尝试着在放下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才能够显化出来。你们要分清楚啊，有可为，有可不为。生命的转变来自于你们开始学会着放弃一些东西，然后就会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
你们的问题在于你们鱼和熊掌想要兼得，当然也不是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而是说你们不能同时得到它们，你们可以选择先得到鱼，然后再去追求熊掌。所以有的问题并不是问题本身困扰了你们，而是你们在寻求问题解决的时候，你们总是在尝试着以一种完美的方式去解决它们，这才是你们陷入到思维困境当中的根本原因。所以别着急啊，让自己慢下来，慢就是快。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